1285架无人机升空的那个夜晚，洛阳定鼎门上方的天幕被彻底改写了，没有人喊倒计时，没有主持人串场，没有赞助商 logo 在角落里闪烁。那些光点只是安静的排列、重组、再排列，像一群不急着赶路的萤火虫，把一句祝福一笔一画地刻进8月的夜空。同一时刻，老君山的山道上多了850块祈福牌，木片在夜风里轻轻碰撞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像是某种不需要被听见的祷告。这是8月5日，王一博29岁的生日。而这位被1000多架无人机写进天空的人，此刻正站在距离洛阳1万公里以外的地方。新西兰皇后镇，黑色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，滑雪鞋提在手里，鞋底还沾着没化透的霜。他走在街上，呼出的白气被风扯散，气温逼近0度。没有人认出他，或者认出了也没有上前。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来南半球过冬的旅客，唯一不同的也许只是他走路时那种不赶时间的节奏。北半球正在烧，38度的热浪把城市蒸得发软，柏油路面能煎鸡蛋，空调外机嗡嗡地吼。而南半球是另一个季节，另一套逻辑，另一种呼吸方式。他选在这个节点，把自己从38度里抽出来，扔进0度以下的雪地里。不是逃离，更像是换了一口气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什么都没发，没有9宫格，没有自拍，没有今天又长大1岁的感叹号。热搜榜上找不到他的名字，直播间里没有他那种带着点少年气的笑声，没有通稿，没有预热，没有工作室官宣生日形成的仪式感。他就这么消失了，消失得很彻底，彻底到如果不是粉丝自发组织的应援铺满了28个城市，你甚至会怀疑这一天是不是真的存在，但粉丝没有让它消失。成都天府大屋檐上，全球最长的户外灯光秀亮了起来，光影顺着建筑的轮廓流淌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长沙国金中心那块1168平方米的3D 大屏，把整面墙变成了一个梦幻的盒子，画面翻涌，色彩炸裂。重庆解放碑双子塔和青岛福山湾也没闲着，灯光秀一场接一场，把江面和楼体染成专属的颜色。深圳更夸张，地铁14号线、16号线、20号线，6000多块屏幕同时亮起，覆盖了车厢里每一寸目光可能停留的角落。你坐在早高峰的地铁里，一抬头是他，你低头刷手机还是他，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画面。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雪地里待了一整天，而他的名字被6000块屏幕、1000多架无人机、28座城市的灯光同时托举着。他不在场，但他无处不在。他不说话，但整座城市都在替他开口。有人说这是顶流才有的牌面，我倒觉得不完全是。牌面是别人给的，但不在场是他自己选的。一个站在流量最顶端的人，完全可以在生日这天开一场直播，随便聊2句就能霸占热搜3天。他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发一条微博。他把这一天完完整整的留给了自己，留给滑雪板压在雪面上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，留给皇后镇清晨冷得刺骨的空气，留给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的24小时0点刚过的时候。YIBO Official 工作室发了那篇长文7年了，连续7年0点整，手工卡点，一篇几千字的生日信。这件事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，一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。今年的文案没有用太多华丽的修辞，他把29岁形容成一个黄金焦点，站在还年轻和已成熟的中间，往哪边看都还来得及。这个定义很准确，也很少见。大部分生日文案要么拼命强调永远18岁，要么故作深沉地感叹时光飞逝，但这篇不一样。他承认时间在走，承认人在变，但他不焦虑3个词串起了整篇文章：缓冲、冲刺、平衡。不是拼搏、奋斗、登顶那一套，而是带着呼吸感的节奏。缓冲是允许自己慢下来，冲刺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，平衡是在两者之间找到那个不拧巴的点。读起来不像是在写一个艺人，更像是在写一个正在学着跟时间相处的人。最让我停下来的是最后那句：尝试值得，放弃亦可，记得都要睡得安稳。祝你拥有平静，拥有澎湃，拥有无数种可能，放弃亦可。这4个字从一个顶流工作室的生日文案里说出来，分量是很重的。这个行业太习惯说永不言弃了，太习惯把坚持包装成唯一的正确选项。但这篇文案说，你也可以放弃，放弃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睡得着觉。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温柔，不是对粉丝的，是对那个穿着黑色羽绒服在雪地里走了一整天的人的。工作室在文末留了一句话，像是一个没有拆开的信封：旷野归来，见山仍是山，见水仍是水。这句话可以是很多东西，可以是他滑雪回来了，日子照过，什么也没变，
也可以是经历了29岁的第一天之后，他看世界的方式多了一层，但那一层不会写在脸上。甚至可以是一种预告，那些雪山上的画面，那些踩在雪地上的声音，那些零下温度里呼出的白雾，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一段 vlog， 一部短片，一个不急着发布的记录。也许不会。也许这场雪从头到尾只属于他一个人，不需要被看见，不需要被分享，不需要变成任何一个内容。我倾向于后者，不是因为它高冷，是因为有些时刻一旦变成了素材，它就不再是那个时刻了。你在雪地里摔了一跤，爬起来拍拍雪，笑了一下，这个笑了一下如果被镜头拍下来，配上 BGM， 加上字幕，发到社交平台，它就变成了王一博滑雪花絮。但如果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它就是你的，干干净净的，只属于你的29岁的第一天。28个城市的灯光会熄灭，6000块屏幕会切回广告，1285架无人机会降落、充电，等待下一次任务。老君山上的祈福牌会在风吹雨打里慢慢褪色。这些应援很盛大，很用心，很让人感动，但它们终究是事件，有开始就有结束。而他在皇后镇度过的那一天，不是事件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它只是他生命里一个普通的周二，只不过刚好是29岁的第一天，只不过刚好在下雪，只不过刚好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，这种选择很难被归类。你说他清醒吧，他确实在流量最鼎盛的时候主动退后了一步。你说他任性吧，他也没耽误任何工作，没辜负任何合约，他只是把生日这天还给了自己。也许根本不需要归类。也许一个29岁的人在生日那天去滑了一场雪，这件事本身不需要任何意义，不需要任何解读，不需要被写进3000字的文章里分析，但既然写了，那就说最后一句见山仍是山。这句话最好的地方在于那个仍字，不是初见，不是终于看见，是仍然是。意思是走了很远的路，见了很大的场面，被1000多架无人机写进过天空，被6000块屏幕照亮过地铁车厢，然后回到雪地里，山还是那座山，雪还是那片雪，呼吸还是那口呼吸，